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给大家来讲一下视频封面怎么做。视频封面的话，一般分为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就是在视频上传的时候，平台会让我们从视频里边选择一个画面来作为视频的封面，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自己单独的用作图软件或者其他的工具来做一个静态的图片来作为视频的封面，这是第二种方法。而我们经常用到呢，就是第二种方法，自己来制作。今天呢，我主要是给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在视频设计的时候一个思路；第二种呢，就是用什么工具来做这个封面。这个工具呢，当然是两个原则，第一个简单，第二也要好用。首先我们来说这个思路现在我已经打开 YouTube 官方网站的一个首页，我们来先看看现在这个 UP 主他们都是怎么做这个封面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文字放到了这个单色的背景下这样的话就是比较简单。而我们的文字一般是要放到说到这儿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封面呢，它一般分为三个要素。第一个呢就是背景，第二的话就是文字，第三呢就是人物。关于这个背景呢，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这个视频的内容自己去找，或者自己去拍摄是都可以的，作为一个底图嘛。第二呢就是文字呢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文字必须容易辨识。怎么样才能做到容易辨识？你看，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这个文字的话，就是我现在打开这个网页，这个文字一般都是放在单色的背景下，单色的底图，有单色的底图。如果没有单色底图它看得比较乱，并且有些这个颜色相近的话，看不太清楚。比如说我们来拿第一个视频来看，这个文字的话就是放在一个单色的黑色背景下，这样的话就是看得比较清晰，对吧？而这个第二个这个视频呢，它这个文字呢是专门加了一个底色，单色的底色底图，对吧？这样的话这个文字也比较容易辨识出来。而这第三个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非字比较的不容易辨别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非常的非字，对吧？它是一个深色，就是黑色的，而这个背景呢也是一个偏黑的一个背景，这样的话就是文字不太容易辨别出来。这是这个文字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吧。一般放在一个颜色反差稍微大一点，并且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底色图，一般是这种做法。还有一种文字的做法就是加一个描边，加一个颜色的一个描边。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黄色的文字加了一个黑色的描边，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不能我放大一下试试。现在应该差不多了，现在放的比较大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就是黄色的文字加了一个黑色的描边，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容易辨识出来。那这个究竟这个颜色描边它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字幕的时候一般都加有描边。加描边的作用主要是让这个文字和底图，就是这个视频的画面分别开来。如果字幕的颜色和视频颜色比较接近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容易辨别出来文字是什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我现在把这个软件先提前打开，后边的话我给大家讲这个软件怎么去用比如说这个的话就是描上边了，已经 YouTube， 然后加了一个黑色的文字，加上一个白色描边，无论我放到哪里，这 YouTube 都比较的清晰，对吧？如果把描边去掉，那这样的话大家去看一下，如果要是到了一个黑色的背景下，那这个有一些部分的文字是不容易看到的，比如说这里看不到，对吧？因为这个黑色的文字加上黑色的背景不容易辨别出来。如果我把文字调成白色的话，而放到白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白色的文字在白色的这个背景下其实是很难辨别出来的。那这样的话就是不太好，所以说要加上一个描边。加上描边以后，无论你放到哪里都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这个视频嘛它这个图像一直在变，颜色也一直在变，所以说字幕要适应不同的画面各种情况，所以说描边的话是一个万能的一个功能。
另外的话就是加一个底色，对吧？比如说我把文字直接放到这里，它肯定不太清楚。当然，如果我加一个底图，对吧？一个单色的底图我放上去的话，这样的话就比较清晰了，对吧？当然这个底图啊，我这个底图的话加了一个半透明的一个效果，这样的话会看的会和谐一些，就是这个背景图和我的这个底图会和谐一点。当然也可以加这种纯色的啊，我把这个透明度给关掉，也可以加这种底色啊，看自己的需求吧。如果想跟这个背景图要和谐一点的话，可以调一个这个透明度，这样的话会看和谐一点。是这样的，文字就说到这儿，然后再说人物。人物其实跟这个文字是差不多的，人物的话也需要放到一个单色的背景下。当然这个的话，如果人物需要突出出来的话，肯定要放到一个单色背景下，或者是加一个描边的，是这样的。如果要是这个人物是背景的一部分，比如说这个，对吧？人物它是背景的一部分，那这个是不需要加描边的，是这两种情况。当然有的也是是不加的，比如说我找一个，比如说这个人物，对吧？这个人物的话它又没有加描边，也没有放到一个单色的背景下。其实这个底图呢，它是调过色的啊。现在先不说那么多。这个的话，你看这个的话，整体比较融洽，对吧？看自己的需求了。包括这个的话，这两个的话，它都是有同样的一个效果。这个人物呢是放到一个单色的背景下，这个人物呢是加了一个描边，对吧？另外的话，它又把这个底图模糊化了。模糊化了以后，颜色就不会看得那么乱，这样的话人物也比较明显，因为背景是模糊的嘛，视线容易集中在人物的身上，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啊。人物也说完了，然后背景的话，根据自己的需求吧，也可以弄成单色的，也可以找一个这个艺术背景，也可以自己拍摄，这是都可以的。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另外的话，我需要说一下，你看这个啊。这个的话就是这个人物和这个背景的话，它是有一个羽化的效果，就是在人物这个脸部的话，它是完全不透明的，而越靠近边缘的时候，它就微微的一个透明度，这样的话会看起来这个人物和背景有一定的融合度，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它是一个羽化的效果啊。这个一会儿我给大家去讲。这个图片这个要素呢，我给大家讲完了。第二呢，我需要给大家讲一下做这个封面的话，用到什么样的一个工具，什么样的软件。当然网上有软件有很多，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去网上自己搜索都是可以的。我现在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用我自己的偏好去做这个讲解。我用到这个软件呢是 Macromedia Firework 这个软件。这个 Macromedia 的话，已经把这个软件已经被那个 Macromedia 的话已经被那个 Adobe 公司已经收购了。这个软件的话还是比较强大的，也比较简单，容易上手，不像 PS 的话里边确实比较复杂。因为咱毕竟是做这个自媒体的嘛，也不想那么复杂，简单点最好了。如果要是想深入学习啊，可以学这个 PS。这个 Macromedia 的话，这个 Firework 的话是 Macromedia 之前开发出来的，它有软件是一套软件，当时有一个网页制作3剑客，一个是 Dreamweaver， 还有 Macromedia 的一个 Firework， 还有个 Flash， 这是制作网页一个必备工具。它是做图片的话还是非常简单的，所以说今天的话就从这个软件讲起。今天我们要用到的就是 Macromedia Firework 这个软件。这个 Macromedia 呢已经被Adobe 公司已经收购了，所以说这个软件上肯定技术背景就是这个公司背景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用它，不会说3天2头不更新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 Adobe 公司实力还在全球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可以的，像那个 PS 还有 AE、P2 这个非常著名的这软件都是 Adobe 公司开发出来的。所以说关于这个软件上边大家可以放心去用啊。这个软件非常简单，比较容易上手。所以说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来讲这个软件。首先我们第一步就是打开。
打开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新建一个文件嘛，对吧？新建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大小呢，我们视频是多大，这个封面就做的多大。然后这个封面的话，一般咱们都是做的这个1080P，对吧？我们一般设置1920乘1080，点确定。那这样的话就是进入这个软件了。另外给大家需要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吧，我们在选的这个图的时候，对吧？用魔术棒去抠图的时候，比如我们点到这儿了，而偏偏有些这个渐变的这个范围的话，它已经被选取到了，对吧？如果我们不想有这么大的容差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调的，对吧？然后这儿有个容差，我们是可以调的。你比如说我调的稍微大一点，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啊。我调大一点的话，它会把这个东西也当成白色会抠掉，对吧？允许，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允许有多大的误差的意思，对吧？像这的话，就是调的越大，就是离白色越近的，调的越小，就是离白色越近的颜色会选中。如果只调的特别大的话，然后它会选取更多的这种渐变颜色，大家可以看出来，对吧？如果我要是容差调的很小很小，可以看到其实就选到了很小很小的一小片，这是纯色的纯白色，对吧？关于这个的话我就讲到这儿吧。魔术棒我就讲到这儿。然后当我们把这个背景图全部都保存完毕的时候，对吧？把这个全部保存完毕，设计完毕了以后，我们需要把它导出来，然后点击这个文件，然后点另存为，点击另存为，然后把这个保存到我们的一个设定好的一个位置吧，比如说我放到这个里边，对吧？放到这个里边，选中自己的目录，然后选择一个格式啊，这个格式我需要重点给大家去说一下。如果选择这个 PNG 这个格式的话，那我们下一次再打开这个软件的时候，然后这些东西都可以接着编辑，如果我们选择 GPG 的这种格式去保存的话啊，它就成为一个死图了，这些东西都是固定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这种编辑效果了。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点这个保存，这是 GPG 格式，对吧？ GPG 格式，点保存，然后我再保存一个 PNG 格式的，我再保存一个 PNG 格式，然后我们把这个软件关掉，我们把软件关掉，然后我们把这两个软件进行对比一下，其实内容是一样的，对吧？它们内容是一样，也是这个图片，然后我们打开这个 PNG 格式的，也是这个，对吧？但是它们是有区别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大小一个是219K， 一个是6.8兆，对吧？ PNG 格式明显偏大，而 GPG 格式明显偏小，就是因为它是保存有当时的这个编辑的一个过程，编辑的一个要素，它是都可以接着进行编辑的，而它是一个死图，所以说它比较小。我们把它拖回来啊，拖到先把 GPG 格式拖到这个 Firework 里边。你看这样的话都不能再编辑了，是吧？图片也只有这么大，图层也只有这么一个，这个文字的话也没法进行给它加这个效果，并且这个底图的话也没法调透明度，这个小卡通人物呢也没法拖动了啊，它已经成为一个死图了。然后我们关闭啊，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 PNG 格式的放进来，放进来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层也在，这个人物也可以拖动，对吧？这个文字也可以拖出来，我们也可以跟它进行修改，对它进行修改也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区别。讲到这儿呢，时间也不短，今天的课程基本上也就这些了。通过这个软件呢，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它比较简单，里边当然还有很多功能，其实我们暂时用不到，因为我们目的也就是制作一个封面，因为这个封面其实大家也看到了，都比较简单。通过给大家去分析这些要素，还有这个软件的使用，足以制作出来一个
一个简单实用的一个封面了。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软件，因为这个软件的话 Adobe 公司开发还是有很多教程的。后期的话，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可以大家去拍这个教程。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 YouTube 去看其他的 UP 主对它的一个讲解。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做。当然，如果想进阶的话，用 PS 功能更强大，对吧？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儿，谢谢大家。